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加藤俊德先生所著的《让中老年人睡个好觉的方法》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中老年人容易失眠的原因；第二，为什么睡眠如此重要；第三，通过脑区睡眠法来改善睡眠。首先是第一部分，中老年人容易失眠的原因。为什么人到了中老年就会容易失眠呢？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多年积累的不良生活习惯所致的。作者曾经一度体重高达85公斤，这使他面临着睡眠呼吸暂停、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为了改善这些健康问题，他开始每天清晨去散步，最终成功减重到了65公斤。如果患上了高血压，就需要服用降压药。如果得了糖尿病，由于口渴会大量饮水，从而出现频繁小便的问题。此外，服用多种药物多药连用也会降低睡眠的质量。研究表明，饮酒、傍晚饮用咖啡或茶，以及睡前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所产生的蓝光，都会扰乱人体的生物节律。在年轻的时候，即使这些影响睡眠的因素叠加在一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快速恢复。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减弱，到了中老年阶段，各种失眠诱因和慢性病交织在一起，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正因为如此，很多中老年人发现自己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一觉睡到天亮，睡眠变浅，频繁醒来成为了常态。而这种睡眠质量下降又进一步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健康。接下来是第二部分，为什么睡眠如此重要？睡眠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让大脑和身心得到休息，整理并巩固记忆，排除大脑中的代谢废物。如果长时间缺乏充分的休息，尽管看似能正常活动，身体和精神的表现仍会受到显著的影响。当记忆的整理与巩固出现问题时，容易导致健忘和粗心错误。此外，大脑无法有效排出代谢废物，也可能是导致认知症的因素之一。很多人将睡眠视为单纯的休息时间，然而实际上，大脑和身体在睡眠中正在处理许多复杂的任务。睡眠不仅能让白天持续运作的身心得到恢复，也确保他们在第二天能够正常运作。只有充分的休息，才能让大脑和身体的各项机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睡眠对维持生命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生命的根本。然而，在当今社会中，许多人为了工作而牺牲了睡眠，甚至把加班到深夜视为一种美德。他们认为生活中有比睡眠更重要的事情。这种观念是一个严重的误解。正因为生活中有重要的事情，才更需要确保充足的睡眠。正确的做法是，要优先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再利用剩余的时间处理其他事务。根据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每晚睡7.5小时的人的死亡率最低。然而，过多的睡眠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研究表明，超过9小时的睡眠反而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因此，每天保持7到8小时的睡眠，是维护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的必要条件。即便第二天有再重要的事情，也必须确保在至少7小时的睡眠基础上入睡。最后是第三部分，通过脑区睡眠法来改善睡眠。脑区睡眠法是一种针对失眠问题的解决方案，基于作者在脑区研究领域的专业知识。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有意识地激活大脑的不同区域，从而在白天促进大脑的合理运作，以帮助夜晚实现深度睡眠。我们人类的大脑中拥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这些细胞常常根据功能相似性组成小组，以提高效率。每个小组便形成了一个脑区。这些脑区根据不同功能被分为以下8个系统：1、思考系脑区；2、传达系脑区；3、情绪系脑区；4、运动系脑区；5、视觉系脑区；6、理解系脑区；7、听觉系脑区；8、记忆系脑区。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和灵活运用所有的脑区，不同个体在使用这8个脑区时的情况
也各有不同。例如，女性通常更倾向于使用听觉系脑区，容易反复回想他人说过的话。2006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在实验中，受试者在白天让一只手完全不动，随后监测其夜间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负责控制未使用手的脑区无法进入深度睡眠，由此可以推断出，未使用脑区的活动水平降低，这些区域在夜间对睡眠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就像身体在白天锻炼后会感到疲惫并更容易入睡一样，大脑也遵循着类似的规律。白天频繁使用的脑区因疲劳而有助于人们进入深度睡眠，而不常使用的脑区则可能会导致浅睡眠。虽然大脑很复杂，但有一个简单的原则：使用的越多，疲劳越明显。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大脑将表现出诸多的问题，如头痛、精神不集中、理解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甚至可能会导致出错和受伤。此外，长期缺乏睡眠还会影响到情绪控制，形成疲劳与睡眠质量降低之间的恶性循环，最终演变为睡眠障碍。在当今社会，许多人都陷入到了这种恶性循环中去。要确保大脑在夜间能获得高质量的睡眠，关键在于改变白天的脑区使用方式，这正是脑区睡眠法的核心。下面是脑区的自我诊断检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大脑是属于哪种类型的脑区。请根据您过去1个月的生活状况，对以下24个问题中符合您的选项进行勾选。1. 在回家途中或回家后不知不觉会想到工作。2. 一想到明天的计划就停不下来。3. 对金钱问题感到不安。4. 白天发生的事情总是挥之不去。5. 偶尔会想起很久以前的痛苦经历。6. 一直担心自己是不是被人讨厌了。7. 如果明天有见面安排，会感到不安。8. 即使不想去参加聚会，也无法拒绝。9. 不擅长在别人面前做演讲或发表意见。10. 看了恐怖场景后会吓得睡不着觉。11. 不喜欢与人对视。12. 经常在夜间去便利店。13. 别人说过的讽刺话语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14. 会一直在脑海中循环播放一首歌。15. 有时会听到让人不舒服的声音。16. 曾经误踩刹车和油门。17. 偶尔会不自觉地做出高尔夫挥杆的动作。18. 走路时差点撞到别人。19. 不擅长整理收纳，文件经常杂乱无章。20. 与他人的矛盾无法解决。21. 经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22. 和上司相处不融洽。23. 过去的失败至今仍让您耿耿于怀。24. 经常与家人或朋友发生争吵。请统计一下您在上面24个问题中勾选了多少项。如果是0至5项的话，说明您的睡眠状态良好，能够享受舒适的睡眠。如果是6至12项，说明您有睡眠障碍的风险，需要引起注意。如果是13项以上，建议您积极尝试以下介绍的改善方法来提高睡眠质量。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每种脑区对应的睡眠法，请大家根据您的自我检查结果选择适合的改善方法。对于勾选了24个问题中1至3项的人，可以使用思考系脑区睡眠法。这种类型的人意志坚定，善于努力，但容易固执于自己的观点，建议尝试接受与自己相反的意见。例如，假日的计划可以让他人来帮您决定，主动去体验不同的想法。对于勾选了4至6项的人，可以使用记忆系脑区睡眠法。这类人容易回想起过去的痛苦经历，并常常纠结于失败。建议尝试全身心投入之前没做过的新事物，淡化过去记忆的影响，强化新的记忆。对于勾选了7至9项的人，可以使用传达系脑区睡眠法。这是与他人沟通交流的脑区，掌管说话和表达能力。建议通过大声朗读自己的话，锻炼客观倾听的能力，提升理解他人话语的技巧。对于勾选了10至12项的人，可以使用视觉系脑区睡眠法。每天看到相同的东西会减少大脑的刺激，
阻碍大脑的成长。建议尝试走不同的路线或接触新的事物，让视觉系统获得新鲜的刺激。对于勾选了13至15项的人，可以使用听觉系脑区睡眠法。耳朵无法像眼睛那样闭合，因此不想听的声音会影响到睡眠。建议用音乐、自然之声等让人愉悦的声音，来刺激和放松听觉系统。对于勾选了16至18项的人，可以使用运动系脑区睡眠法，通过运动不常使用的身体部位来活跃这一区。建议尝试一下新的运动，让大脑接受到全新的刺激。对于勾选了19至21项的人，可以使用理解系脑区睡眠法。当无法理解他人情感或解决纠纷时，这一区域会感到困扰。建议通过穿搭和打扮来刺激右脑的想象和理解能力。对于勾选了22至24项的人，可以使用情感系脑区睡眠法。右脑的情感区负责接收他人的情绪，左脑的情感区与生成个人的情绪相关。建议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的人可尝试制作相册，通过回顾过去的经历来进行自我肯定，培养积极的前进动力。如果您总是使用同一个脑区，生活就会变得一成不变。疲劳与失衡可能会导致某些脑区疲惫不堪，而其他脑区却闲置无事。例如，视觉系统无法替代听觉系统的功能，因此不同脑区是无法互相支援的。如果闲置的脑区白天未被激活，晚上也不会感到疲劳，这会导致大脑整体无法进入良好的睡眠状态。建立早晨和夜晚的固定习惯，能够帮助大脑调节生物节律，多接触新鲜的事物，刺激不同的脑区，能够提升整体大脑的活力。良好的睡眠将带来健康与幸福，减少疾病和压力，使工作与人际关系更加顺畅，提升生活的满足感。通过改善睡眠，您将找回真正的自我。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